我半夜起床撒尿时，不小心被一条长虫咬到了小鸡鸡。见状，我拿起镰刀就准备将它大卸8块，哪知下一秒，那蛇竟摇身一变，口吐人言道：“我今日化龙失败，不慎被歹人所伤。你若肯带我回家帮我疗伤，等你长大后，我就嫁给你当你媳妇。”我看她长得如此美艳动人，当即点头答应了她的要求，随即便将她放到口袋，偷偷带回了家中。可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村里人就举着火把来到了我家。老赵，你有没有见过一条青色的蛇？那条蛇已经成精了，会害死村里的人。躲在门后偷听的我吓得赶紧将它藏了起来。不料刚藏好，爷爷就带着人来到了我的房间。你有没有见过一条青色的蛇？我没见过。爷爷听后转身便带着他们离开了。1个月后，那条蛇的伤基本痊愈了。我本想着送他离开，可他却直接化作了3根丝线，缠住了我的手腕，死活就是不肯走。于是我只好将他继续留了下来。白天一起玩耍，晚上一起睡觉，直到我12岁生日那天晚上，爷爷在院子里插了7把铜钱剑，并点燃了纸钱，对我叮嘱道：“接下来的7天，你要连手7天香火，若能平安熬过，便可活命；要是熬不过，那便是天意了。”爷爷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的命格是世间罕见的极阴命格，今晚过了12点，你就整整12岁了。7为回魂之数，在这7天内，你的命格会慢慢显现，直到第7天将达到顶峰。届时，方圆100里的孤魂野鬼都会来抢夺你的肉身。爷爷，真的假的？你可别吓我啊！爷爷看了我一眼，随即在棺材周围插满供香，沉声道：“你别怕，今晚睡在棺材里，命格出险，应当不会有事。”我默默点头。爷爷出去后，我照常躺进了棺材。这一夜我彻夜未眠，紧紧抱着那条蛇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有它在，或许就能平安无事。结果正如爷爷所说，一夜安然无恙。可村里却出了大事，一夜之间竟无故死了6个人。他们死后，四肢都长出了青色的蛇鳞，村里人顿时炸开了锅，一个个如同惊弓之鸟。都说是蛇精作祟，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和我朝夕相处的那条青蛇，毕竟蛇鳞的颜色一模一样，但我心里却无比笃定，人绝对不是他杀的。他整晚都待在我的棺材里，我一夜没睡，他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。那天，全村人都涌到我家，让爷爷想办法送走村民后，我赶忙追问爷爷缘由。爷爷叹了口气说：“那晚死的6个人都是当年打伤过那条蛇的人，剩下1个还不知道那蛇会找上谁。”我猛地站起身来，脑海中瞬间闪过当初救他时，他身上确实有7个伤口，难道真的是他干的？这个念头让我心头一紧。你怎么了？我不敢隐瞒，咬牙将自己养青蛇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爷爷听后勃然大怒，抬手一巴掌就扇了过来，我被打得晕头转向，当即放声大哭。爷爷紧接着冲进房间搜查，可床上、棺材里都空空如也，那条蛇早已不见踪影。我赶忙和爷爷一起寻找，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暗暗祈祷千万不能让爷爷找到他，更不能让爷爷伤了他。然而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能找到他的踪迹。爷爷面色冷峻地看着我，沉声道：“鬼祸有可避，要在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不用找了，今晚你就等死吧。”爷爷，他不会害我的。我倔强地反驳道。爷爷没有再说话，转身急匆匆地走了出去。片刻后，拿着一根拇指粗的柳枝走了进来，不由分说地扒光了我的衣服，满屋子追着我抽打，一边打还一边对着空气道歉：“小孩不懂事，得罪了大仙，大仙莫怪，莫怪啊！”足足抽了1个多小时，我实在支撑不住，痛晕了过去。爷爷也没管我，直接把我丢在床上，转身出了门。半夜，我从剧痛中醒来，浑身酸痛的几乎动弹不得。迷迷糊糊间，一个窈窕的身影推门走了进来，月光勾勒出他完美的轮廓，让我不由得看呆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我家？那身影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按开了点灯的开关。灯光亮起的瞬间，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。来人竟是一位绝美的女子，身着青色连衣裙，肌肤白皙如雪，容貌倾国倾城，简直就像仙女下凡一般，是我此生见过最美的人。我呆呆地欣赏着她的美貌，她也笑颜如花地看着我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我才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仙女姐姐，你是谁？是来找我爷爷的吗？”“不，我来找你。”我有些手足无措。“可是我不认识你呀。”“不，你认识我。”女子缓步走到床边，伸出手轻轻抚摸着我身上的伤口，眼神中满是心疼。“小孩，你疼不疼啊？”我咬着牙，倔强地说道。“不疼。”女子微微笑了笑，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“我知道你很疼，我来帮你止疼好吗？”她的声音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魔力。我点了点头，她婉然一笑，突然弯下腰，伸出舌头轻轻舔在了我的伤口之上，一阵阵酥麻的感觉从皮肤表层传来，我忍不住舒了一口气，那种疼痛感瞬间消散，只剩下难以言喻的舒适。虽然浑身酸痛，但仙女姐姐带来的愉悦感让我暂时忘却了所有不适。说来也奇怪，她舌头划过的地方，伤口的疼痛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到最后只有12岁的我，竟莫名生出了一丝异样的情愫，让我脸颊发烫。而让我更加惊喜的是，她非但没有笑话我，
反而用一种妩媚动人的眼神看着我，声音勾魂夺魄。我美吗？美。我痴痴地看着他，不假思索地回答。想要我吗？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魅惑，我红着脸低下头，小声说道：想。好，那等你长大了，姐姐就嫁给你。我顿时激动得语无伦次。仙女姐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但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爷爷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只要能再见到仙女姐姐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第二天，我被一盆冷水浇醒，浑身依旧传来阵阵剧痛。爷爷站在我面前，脸色阴沉地说道：糟了，伤口竟然一晚上就结痂了。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的伤口，发现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，心里暗自惊叹，仙女姐姐果然是仙女，她就是来拯救我们。我没敢把昨晚的事情告诉爷爷，爷爷也没有多问，只是冷冷地说：跟我走。爷爷，去哪里？我艰难地挤出几个字，意识再次变得模糊，随后便不省人事了。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我躺在床上，爷爷和另一位陌生的老人家坐在床前。那位老人家仔细打量着我，眉头紧锁道：眼神涣散，印堂发黄，这是意外横亡的征兆。舌苔发黑，嘴唇发紫，7日之内必横死啊！赵老弟，这小娃怕是大限将至了哟。爷爷的脸色铁青，想来还在为我养蛇的事情生气。他瞟了我一眼，对着那位老人家恳求道：胡老哥，我这孙子命苦，若是有一线生机，还请胡老哥给指条明路。姓胡的老爷爷沉默了许久，缓缓说道：如今已经死了6个人，7是蛇妖的轮回之术，想要躲过这一劫，只能给小娃找个靠山。有了靠山，那蛇仙才会忌惮。可是我们去哪里找靠山啊？给他娶个媳妇儿。听闻这话，爷爷脸色一变。胡老哥，你说的可是冥婚？没错，妖鬼相遇两不存，咱们得给他找个女鬼做媳妇儿，才能挡过这一劫。爷爷沉吟片刻，缓缓点了点头。一听这话，我忍着浑身剧痛，猛地坐了起来，倔强地说道：不行，我不要女鬼老婆。不行也得行，你还想不想活了？爷爷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抬手就要扇我。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竟然不闪不躲。爷爷的巴掌终究没有落下来，他气得满脸通红。你知不知道，若是不配合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嘟囔着嘴，我知道啊，可是娶了鬼媳妇，我以后就不能娶媳妇了。哇，这个鬼媳妇是来帮你挡灾的，只是走个形式，不影响你以后娶媳妇。我眼睛一亮，仔细想了想，随后撅着嘴巴说道：那爷爷得给我找个好看的，我要自己选。哼，女鬼哪有好看的，还自己选？有女鬼肯嫁你，就该烧高香了。爷爷毫不留情地训斥道。我浑身打了个激灵，心里暗自嘀咕：娶个鬼媳妇，别没挡灾，反而被吓死了才好。事不宜迟，赵老弟，你赶紧去找一个会唱鬼戏的戏班子，我带着小娃去村外5里的坟头山请鬼。我身上满是伤痛，每走一步都疼得龇牙咧嘴。傍晚时分，胡爷爷连拖带背地把我带到了坟头山下。刚到山脚，天就黑了下来。胡爷爷天马上黑了，我们快点找完鬼媳妇回去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要等天黑才行。找鬼媳妇这种事情，白天可做不了。我浑身打了个寒战，大晚上待在坟地里，光是想想就让人毛骨悚然。可为了保住小命，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着。我极不情愿地跟在胡爷爷身后，很快就来到了一片坟墓密集的区域。胡爷爷领着我，一个个墓碑仔细查看，寻找着埋在里面的女性，而且要年龄合适，未曾婚嫁过的。连续找了10几个坟墓，总算找到了一个24岁去世的女子的坟墓。胡爷爷拿出一个苹果，点上一炷香，对着坟墓说道：明日晚上子时，在英福村村口的老赵家有一台神戏，会有鞭炮指引，若是姑娘有兴趣，便去看看。我连着磕了3个响头。胡爷爷说完，我们便起身继续寻找下一个坟墓。一晚上下来，我们足足拜了10几个25岁以下的未婚女子的坟墓。回到家时，已经是晌午了，唱鬼戏的戏班子也已经到了。我坐在一根小板凳上，默默数了数人数，除了爷爷、胡爷爷和我，剩下的5个人都是戏班子的，其中有一个干瘦的老头，还有4个年轻人，2男2女。看着其中一个女子的身影，我不由得心头一动，她的背影竟有些熟悉，像极了昨晚来我房间的仙女姐姐。想起我们之间的约定，即便见面也不能相认，我连忙压下心中的激动，目光转向桌子。院子里总共摆了15张八仙桌，每张桌子上都铺着白布，白布上放着香炉，每个香炉里插着3炷香，香炉前面还摆着生肉和水果等贡品。大人们都在忙碌着，我正想着要不要帮忙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银铃般的声音：小孩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正是那位仙女姐姐。她径直走到我身边坐下，目光落在了桌上写着我生辰8字的白纸上，眼神久久没有移开。我压低声音说道：你果真是仙女姐姐，我没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爷爷，可是爷爷说只有给我娶个女鬼媳妇才能保命，我感觉对不起你。爷爷说的对，你很乖，我不会怪你的。找鬼媳妇，你怕吗？我一点都不怕。仙女姐姐，你怕吗？我也不怕，我经常跟着外公出来，外公说唱鬼戏必须带上我才安全。为什么呀？难道那些鬼都怕你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可以偷偷告诉你，
其实我能看见鬼，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。鬼一点都不可怕。对了，你对鬼媳妇有什么要求吗？没什么要求，只要不吓人就行。要是能漂亮点就更好了。哦，小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赵默，沉默的默。赵默。等会儿唱完鬼戏，你可能需要改个名字。对了，我们是本家，我叫赵一仙，依恋的依，仙女的仙，很好听的名字。说着，他站起身，看向戏台上那个正在对他招手的干瘦老头，想来那便是他的外公。娃儿，鬼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小孩，你不用害怕，没事的，鬼真的不可怕哦。他说完，对我眨了眨眼睛，转身走向了戏台。仙女姐姐走后，胡爷爷走了过来，轻声叮嘱我：儿，等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用害怕，我们请来的那些女鬼都会过来观察你。如果有谁拿起了你面前的这个玉环，就代表她同意嫁给你了。到时候你直接去卧室就行。胡爷爷去卧室干嘛？当然是洞房啊！洞房啊！我才不要跟鬼洞房，这让我怎么接受的你啊？胡爷爷拍了拍我的肩膀：没错，你不用怕，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。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无论怎样都比丢了性命强。我紧张的手心冒汗，心里既害怕又无奈。很快到了子时，胡爷爷拿着一柱供香，点燃了门口的鞭炮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瞬间响彻整个村子。鞭炮放完后，戏班子后台立刻走出来一男一女，他们脸色惨白如纸，眼圈画的漆黑，身上穿着寿衣。刚一出来，那个女人就用尖细的声音大声说道：夜半深事，恭请各路神明就座。今日的剧目是寡妇上坟。随着鬼戏开演，一阵阵阴风从院子门口刮了进来，吹得桌上的黄纸纷纷掉落。我背后一凉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时间一点点推移，那些掉落的黄纸竟自动飞回了桌上。我心里清楚，那些昨晚被我们请来的女鬼已经全部落座了。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台上的女戏子此时已经趴在了男戏子身上，用极其尖细的声音哭丧着，那声音听得我头皮发麻。更让我害怕的是，总感觉有人在我身上摸来摸去，可周围明明空空如也，我根本看不到那些女鬼，也不想看到她们，只能低着头，盼着时间能快点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周围突然传来一阵阵莫名其妙的掌声。我抬头看去，此时的鬼戏已经唱完，院子里面瞬间陷入了黑暗，只有暗淡月光下的我牙齿打颤，小心翼翼地看着空荡荡的周围，明显感觉有10多个看不见的身影把我围了起来，而且还带着微微的喘息声，那种压抑的感觉生不如死。寂静的环境里，桌子突然发出一声声敲击，而在玉佩的周围突然出现了10几只惨白的手，那些手的手指纤细，但是指甲全部呈现黑色，在月光的照射下泛着寒光，甚是瘆人。已经被吓得快要崩溃了的我哆哆嗦嗦地说道：各位姐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些手的手肘都是断开的，此时已经慢慢地离开了桌面，全部朝着我的方向抓了过来。